为什么说80后是最悲催的一代人？谈古论今，看天看地，大家好，我是葛龙。今天我们深度探讨一个同时涉及到时代的变迁、个人命运的话题。为什么说80后是最悲催的一代人？在看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聊聊大环境对于一个普通的个体而言究竟有多么重要。我们不妨借用2句话。第一句话是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生为消除贫困而战，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的孟加拉人尤鲁斯说的一句话：最好的树种种在森林里就是大树，种到花盆里就成为高不过1米的盆景。这不是种子的错，是盆容量大小的问题。这个花盆就是我们的社会。第二句话，历史书上最轻描淡写却又最触目惊心的一句话是：我们走了一些弯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时代的一个回旋于个人或许就是一辈子。二战之后，亚洲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是谁呢？是缅甸。但是经过军政府70年的治理，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沦为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你生命的70年如果恰好与这个阶段重合，你用尽全力也大概率过不好这一生。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拥有3000亿桶石油储量却只有不到3000万人，曾经拉美最富有的委内瑞拉，拥有1560亿桶石油储量，上个世纪70年代亚太最富有的伊朗。但如果你是生活在1979年之后的伊朗，或者是1999年之后的委内瑞拉，哪怕你拥有爱因斯坦的天分和米开朗基罗的才华，你也大概率一辈子籍籍无名，战战兢兢，苟且一生。我们自己2000年历史的干戈征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秦汉交接短短10年，社会在籍人口从大约3000万一口气跌落到了差不多1600万，差不多一半的人口死于战火。从184年黄巾起义到公元280年晋灭吴，这100年大致算作是三国时期。社会在籍人口从大约5600万减少到了约1600万，70%的人口没有了。这就是曹操诗里面所描绘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哪怕是最强大的唐王朝，安史之乱8年时间，社会在籍人口从大约6800万跌落到了差不多1700万，80%的人口消失了。最后一个王朝满清13年的太平天国的结果是什么呢？江南十室九空。你看小说、看电影、看电视里面描绘的这种时代，往往是金戈铁马、波澜壮阔、英雄辈出，但前提是你不是被张献忠的军队丢进了磨盘磨碎充作军粮的那一个人肉，也不是江南十室九空里面的那个九空。秦汉以来2000年历史，因战乱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6个亿。复旦大学做过一个课题，课题的结论是：满清一朝276年，留下了后代的人只占总人口的约13%，其他的人都在各种战乱、饥荒、疫病中消失无踪。让你穿越回任何这个某一个时间段，不要说过好这一生了，但凡你有活下去的勇气，我都服你。再举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例子，上个世纪数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哪怕他们最后多数返程了，但这数千万的知青几乎人人带有心理创伤，人人带有身体疾病。如果你也出生在那个年代，你唯一的机会在于绝不放弃，在别人躺平认命随波逐流的时候，你在田间在地头始终坚持学习。这样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你能幸运的成为77级大学中的一个，也是数千万知青中1%的幸运儿。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大时代的环境面前，绝大多数人除了被动接受和顺从，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你在哪里非常重要。有的人经过千辛万苦的跋涉才抵达罗马，但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你一辈子努力奋斗达到了最高点，或许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我在商学院授课的时候，经常对商学院那些企业家学员说的一句话是：你们一定要认清楚，过去这些年你赚的钱究竟有多少是因为你自身的聪慧和勤勉，而有多少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大洪流的慷慨赐予。现在
我们可以探讨谁是建国后最幸运的一代了，或者说谁是最悲催的一代。建国以来大致有5代人啊，分别是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和10后算在成长，撇开不论，你会发现我上面说的这几代人的命运天壤之别，判若云泥。核心原因是什么？是他们背后的时代大背景。50后、60后看似是2代人，其实是1代人，因为这2代人的时代背景高度相似，命运轨迹也高度的重合。他们这2代人硬生生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砸了个稀烂。他们多数人一生的生活和他们日常衣服的颜色一样，灰暗无光。读书的时候不能正常读书，举报甚至用皮带抽自己的老师成为常态。工作的时候遇到上山下乡。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描绘当年的文艺作品，说那个时代民风淳朴，路不拾遗，也没有贪污腐败等等等等，这或许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事实上，在那个资源高度短缺匮乏的时代，哪怕只是为了捡拾和争抢地上的一坨猪粪，人和人之间都可以打起来。那个时候，一个村长他的权力就可以大到，在你家上缴180斤的猪的时候，关系好的这个猪可以称出来200斤，差的称出来的就只有150斤。著名的作家莫言说过2句话，一句是有关那个时代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贫穷和饥饿是真的。另外一句话是那个时候也一样有好人和坏人，但都是可怜的人。70后无疑是这几代人里面最幸运的一代人啊！他们读书的时候可以正常读书，不用举报和批斗自己的老师；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免学费的，毕业的时候还包分配；工作的时候又遇上改革开放和 A 股的资本市场建立这样2个百年不遇。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双位数成长，社会上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钱。对70年代的人而言，只要你不是太笨，不要太偷懒，稍微用劲儿，他们都能够挣到钱，都能够单车变摩托。而且他们买房的时候呢，房价也没有开始上涨，彼时他们1个月的工资正常的都足以买到1个平米的房子。80后呢，或许是如假包换的最悲催的一代。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大学开始收费；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开始不包分配；他们工作的时候，经济的最高速增长已经接近尾声；他们工作10年之后，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笔钱要买房子的时候，房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等他们要退休的时候，他们又非常准点的赶上了正在推进的延迟退休。而且根据中国社科院2019年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预测，到2035年，我们的养老金将会耗尽。这意味着，当80后这个群体退休的时候，或许已经没有退休金可以领。同时，80后的夫妻的父母是60后，这意味着80后需要抚养双方的4位老人，而且这4位老人基本不会给他们带来或留下任何的财富。90后呢？90后的环境其实与80后非常类似，他们其实是同一代人，他们不但要面对经济从2012年开始刘易斯拐点之后开始的下行和工作岗位的减少，单车变摩托的机会是没有的，同时更要面对数量庞大的同龄人的内卷式竞争。这个是人口学界为什么把80后、90后并称为黄金一代的原因。之所以称他们为黄金一代，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光鲜、多么幸运，而是说他们的父母正是60后、70后中国最大生育高峰的那一波人。62年到75年这14年的时间，中国一共出生了3.67亿人，年均达到了恐怖的2600万。这导致80后、90后又面临着另外一个的人口高峰。1980年到1999年。一共出生了4.36亿人，其中90后每年的同龄人都超过了2100万，内卷成了他们逃不过的宿命。而之所以说80后比90后更悲催一些，是因为90后拥有一个80后所不具备的优势。80后的父母是60后，大概率是不怎么有钱的，但是90后的父母是70后，是建国以来完整的享受了经济成长的最幸运的一代，他们或多或少都会给90后的孩子留下一定的财富。或许有人会问，你不评评00后吗？对的，我不评，不忍评也不愿评。至于10后，他们还年轻，他们有更大的时间弹性和命运变数，所以时代的沧海桑田对他们的制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格隆衷心祝福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和明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运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各有各的幸运，各有各的苦难，这没有办法。但至少你可以尝试去改变
或者选择。游牧民族动物都会逐水草而居，这是天性，也是大智慧。格鲁唯一期待的是，无论你是哪一代人，无论你经历过的是阳光还是风雨，你至少都奋战过、怒吼过，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儿，爱过自己想爱的人，这就够了。我是葛龙，关注我，做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的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